far from the world. Love's got no borders. 他什么都懂，却还那么天真。大家好，我是杨天真，欢迎来到我的播客《天真不天真》。这期播客呢，我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我最近看了他的新电影，叫做《不说话的爱》，讲述了一位听障人士小马和女儿之间动人的亲情故事。哇，这电影看得我真是泪如雨下，崩溃大哭。我们可能对于听障人士的了解是知之甚少的，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可能也不够充分，而对于父爱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角度，起码它启发了我对父爱有了很多新的观察。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聊聊我看这个电影的感受。那我也请到了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也是第一次饰演爸爸的张艺兴。那我们就欢迎今天的播客嘉宾张艺兴，请艺兴跟我的播客听众们先打个招呼吧。Hello， 天真不天真播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你的呼声很高，你知道吗？经常有人给我留言说让我找你录播客。呼吸的那种声音吗？呼吸的什么声音？呼声吗？然后你真的太冷了你知道你有时候讲的笑话真的非常冷吗？有人当你面告诉过你这件事情吗？确实，我有时候也觉得一个人冷冷的受不了了，真的。Don't forget that we're family when you're looking at me. 我那天看电影的时候，整个感受是蛮意外的。第一个，你选择了演一个爸爸的角色，我很意外。第二个是你把父亲这个角色里的很多无奈还有很多的爱，我觉得表达得很好。当时我们是6个女生看那个电影嘛，坐一排然后哭的嘞每个人都泪洒当场，泣不成声。谢谢。我想先问问你，为什么会接这部电影啊？不说话的爱这部电影，它对你来说，你看到剧本的时候对你最大的吸引是什么？要感谢一下我的手语老师小池老师跟我说，当下手语这个语言呢并不是被广泛的应用，那么很多聋人朋友或者是听障人士可能在沟通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阻碍，包括在就业问题上也会遇到一些阻力吧。所以我在想说，如果能够通过一部电影去把手语做一些推广，能够去了解这个群体的生活，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看到了不说话的爱的这个剧本，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做的，就跟孤注一掷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像。你是先看到了剧本才请的手语老师，还是先有了手语老师再接到的剧本？先有一个团队帮我整理出来的一份大纲，然后我们就见了导演，一直在聊里面的一些环节。有一些环节每个人的认知可能还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想着说要不先等等。但是就算是要等，如果要演这样的项目，还是得要把手语提前去学习嘛，所以就先找一个手语老师来先了解一下手语的世界，这样子开始的对于这个项目的接触。因为我看到你在里面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台词，最多是哼哼几句嘛，全部的表现得靠你的表情跟你的手语。你学手语大概学了多长时间？然后你现在手语是什么水平啊？我觉得手语现在跟聋人朋友们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普通的沟通，再往深里走说一些大道理的话应该不大行。那你花了多长时间学到这个水平呢？那个时候还在跑演唱会，每天做完工作基本上晚上停下来的时间就是跟小池老师一起针对手语去做一些学习。2个月，在接这个项目2个月之前就开始学习手语。然后在拍的过程中，对于台词具体的手语还得反复的练习。对，因为地方手语是不一样的，会根据我们所在地以及这个人物所在地，可能更偏这边的打法。比方说我们是重庆，可能更多会偏重庆的手语一点。所以手语也是有方言的哦，不同地区。有的。这对我来说倒是个完全新的知识点。那在学手语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感受吗？比如说你觉得哇好容易一学就会，还是哇这么难，或者是会更能体会到听障人士或者聋人朋友们的一个生活困境？你说的对，我体会到的是聋人朋友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可能会因为没有太多人给他们打手语会有一些屏障或者是壁垒，而且手语这个语言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也不是说会打手语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希望更多的去推广这个手语，能让更多的人如果见到聋人朋友，比方说聋人的滴滴司机，你都可以用手语跟他去交流，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啊爱啊，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嘛。艺兴你自己是个音乐人，其实听觉或者叫听力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你要搞创作，包括对音乐的理解，它的基本就是听见嘛。所以为什么听不见这件事情会这么的打动你，会让你想要去给到这些人支持跟帮助？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最大的需求还是一种社交嘛。那在社交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有自己合适的朋友，然后让合适的朋友跟我们在一起沟通各种各样的想法，进行交流。那让这个朋友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在朋友的这个 circle 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那误解，我觉得是最触动我的一个点吧。因为语言的不通畅，所以有一些误会或者是误解，让我觉得是最可惜的地方吧。是指他们跟听人这个世界由于不能跟他们交流所造成的误解，对吗？对。听人这个词也是我在这个电影里学到的，原来聋人的世界里是把能听见的人叫做听人的。而且再补充一个，其实我们应该说的是聋人朋友或者是听障朋友们或者听障人士，不说聋哑人。这个也是我在这次拍摄过程中学习到的。需要这样具体的区分的原因是指听障人士的朋友有一部分是能说话的，还是什么具体的原因吗？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是先天性的这种情况，有一些可能是后天造成的，整体的状况不一样，以及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他们都可以发出一定的声音，所以我们不用哑字去形容。明白。比如说我在电影里看到一个重要的片段，小马和女儿有一段时间是住在一个朋友家里，然后这个家里呢就像一个麻将馆一样，有很多聋人朋友们天天在那里欢聚。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嘛？因为你刚刚提到了交流的问题，是不是聋人朋友基本上只能跟聋人朋友去做交流？他们的朋友圈，他们的世界是不是都是在这样一个有共性的环境里才能够有耐心去彼此交流？对，没错。如果听人要跟聋人做朋友的话，听人一定要学习手语，或者是他是CODA家庭。 Can break you down, turn you inside out. Doesn't mean 关于父亲这个部分，你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没有过这种体验的吗？你作为一个 idol 去演一个父亲的角色，因为很多演员在第一次要面对母亲或者父亲这样的角色的时候是会有挣扎或者障碍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父亲的角色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你，让你觉得你必须要去演他。父亲的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我好像也没有那么真切的去把它具象化过。那我希望就是通过每一句台词，通过跟周围的父亲的交流，能够拿到一些素材，然后让我去按照我自己对于父亲这个角色的理解，慢慢的去把它填充一些血肉。你说到你对父爱的缺乏想象，是指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父爱本身的缺失吗？其实我觉得我是能感受到我爸那种大大咧咧的爱的，就是你能感受到它是存在着的。它是存在的，但是我很难去描述那种爱的感受。你好像又在被爱着。我假设一下，是指你大概率知道它是存在在那个地方的，是这个意思吗？我一直在找一个具体的事例让我觉得有这种爱。我有个问题啊，你是女儿，那你怎么看你的父亲呢？我认为我是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从小能有很多的细节感受到父亲母亲对我的爱。比如说我有一次暑假的时候去游泳，下大雨，等我从泳池跑出来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爸会在泳池外面等我，因为他看见下雨了，他就会带着伞来接我。再比如说我父亲是在铁路系统上工作的，所以他有很多出差的机会，然后每次出差他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会买一个小礼物给我。因为那时候家里也不是很富裕，他对自己是非常节约的，但是他每次都愿意买一些东西给我。然后有的时候他会去到一些比较好的城市或者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他就会去学校帮我请假，甚至是帮我请病假，因为他会觉得带我出门去看看世界比在学校里上那几天课要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深刻的影响了我未来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我通过这些细节是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和爱的。原来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也有我的爸爸帮我请过假，蛮多好笑的事情在里面的。你其实能感受到，对，那你感受不到的那个部分，或者是你渴望感受你还没感受到那个部分，你现在能搞清楚那是什么吗？它不能说它不存在，它一直存在，环绕着我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我如果能想到，就是以前把我送到艺术培训中心，骑着摩托站在那等我放学下课，等待的那个他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让我觉得我知道我爸在那儿接我回家。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感动是我理解了我父亲的一些不容易。哦哟，怎么说呢？我想起一个小的细节啊，我那时候刚买车的时候，我爸呢就特别不放心我，他就来北京，然后教我开车。
他给我买了很多小道具，车上的。汽车吗？对，汽车。那时候我21岁，大学刚毕业，然后我妈给了我一笔钱，买了一辆汽车。因为我小时候就会开汽车，就我爸教了我。然后呢，他又是个老司机，他知道我买车之后，一个周末他就特意坐火车来了一趟北京，想陪我上路，教我开车。那一天我就表现得非常的自大跟不耐烦。我觉得北京的路你又没我熟，回家路我还不认识吗？就他跟我讲所有的东西我都非常的没有耐心，讲话也很难听，也很冲。后来我跟我爸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我爸就跟我说，他觉得他已经不被我需要了，有一点难过。我记得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在我父亲面前哭，然后我当时就跟他道歉，我说爸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我看到小马的那个选择，包括女儿的选择，女儿想要离开他，其实是因为不想给爸爸添麻烦，然后爸爸最后选择了说，哎，你跟妈妈走吧，去跟他读书。他放弃了他对女儿的陪伴的需求跟执念，他也是希望女儿拥有更好的人生。我觉得父亲这个角色啊，他是一个特别需要被需要的角色，是一个特别需要自己建立一个高大的形象，可不可以被依靠的状态。然后父亲呢，又不像母亲一样有那么多细腻的表达和很多很细致的关怀，大多数父亲可能都缺乏这个。他们爱的方式可能会更带着自我一点的东西，可能也是会更在一些关键的时刻起作用吧。就像小马这个角色，他为了女儿去做一些游走在犯罪边缘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是不会告诉女儿的，他只想给她好的结果。所以我就想，可能父亲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他们做了很多的付出，他是不会来告诉你他做过什么的。我觉得刚刚你说的那句话我是非常认同的。你说父亲更多是像是一个需要被需要的角色，没有细腻的表达，爱的方式更自我。我觉得是一种沉默的父爱啊。对不起，我讲一点对男性的话题啊。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男性在成长的过程中被给予了太多角色教育，比如说男孩不可以哭，男子汉要顶天立地，有委屈不要说出来，有情绪都在酒里了等等。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男性或者东方男性在这样子的意识里长大之后，变得特别能忍，对很多事情他的判断会非常的快速，不习惯于表达自己的感受，更没有能力和勇气去表达自己的委屈。所以当他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他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可能是个女孩还好一点，是个男孩他可能也会用这一套来教育他的孩子。于是男性长大以后又共情性会差一些，就变成了一代又一代的规律。我这样讲有点武断啊，可能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这样，我只是讲一个大概率的方向。为什么父亲会成为沉默的父亲？为什么父亲不能够做到一个细致的沟通？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没有被允许过。他们的父亲就是这样做的，一代又一代的父亲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当他们成为父亲的时候，他们也这样做。我反而看小马跟他女儿的感情，我非常的感动。由于他们只能用手语交流，他们又天天待在一起，所以他们之间的沟通是高密度的，非常细腻的，每一个感受都是能充分表达的，所以这反而形成了一种特别强绑定的强情感的父女关系。这在一般的亲子关系里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尤其是在跟父亲的关系里。所以这个是我看电影的时候一个感受，我想到了我的父亲可能很多话是没有说出来的，可能被我凶，被我讲话讲得很难听的时候，他是有很多感受的，但他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告诉我。所以我就觉得父亲是一个，也许我可以更耐心的对待他，或者更细致的对待他，他会变得不一样，因为他知道这个情绪是可被允许的。这个感受挺强烈的。那你看完这个电影有跟你爸打个电话吗？我准备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一说，我也准备好好的拥抱他一下。那挺好的，我觉得这个电影还蛮有意义的。 Walking different roads, it can feel so cold. 你在演这个爸爸的时候，怎么去体会这个爸爸对女儿的感情呢？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们很多父女戏都拍得很感人啊，比如说在一起做游戏啦，尤其是在机场告别的那场戏，我觉得是非常感人的。你们要见最后一面，然后你在匆匆的挣扎，包括女儿的表演，包括你跟这个小朋友的互动，因为我觉得他演戏也非常的自然嘛，是怎么样去完成他的呢？比如除了演戏之外，你们私下里有没有一些交流？你怎么跟这么小的小朋友交流？首先陆安他很喜欢看跳舞，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很多的话题。不拍电影的时候呢，就会跟他有更多的交流嘛。那他就会跟我说，我看了这个舞蹈，我喜欢看这个舞蹈，
我喜欢看这个姐姐这个团队的歌，我喜欢跳这个团队的歌，你知道这是什么舞吗？然后呢，尝试着去聆听这个小朋友他的所看所想，慢慢的去尝试加入，也会尝试让他加入我的世界。比方说打开手机打一个我们打的游戏，我们喜欢看的一些舞蹈啊视频啊什么的，就会多去跟他待在一起，然后思考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我的女儿，我应该会怎么样，我会不会不喜欢她，我应该怎么去保护她，我应该怎么学习跟她去相处。反正在跟她的相处过程中间，我也觉得她的妈妈也很不容易，我相信他们家庭，他们每一位照顾她的家人应该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然后也会想到说啊，原来没有办法实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角度来看这个孩子，原来有这么多丰富的感受吧，他好难描述啊，很难从一个方面直接把它全部描述出来，它是很多元很复杂的。这个电影的开篇其实这个小女孩长大以后嘛，你看到这个小女孩长大以后在做的事情，她的正义感，她对人的同情心，她对听障人士的爱，其实都跟她的父亲和她所有的经历有着深深的连接。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一个好的父亲是对孩子确实有一生的影响的。你接角色的规律是什么吗？首先还是看意义吧，如果满足了我的意义理解的标准的话，就会去尝试去更深入的沟通。那你能够总结出来你对意义的理解是什么吗？就是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打动你？在这个作品上映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没有被看到的东西被看到。你为什么那么在意没有被看的东西被看到呢？因为不是每个艺人都在意这件事情的嘛，就是你为什么在意这件事情？我也是被很正面的艺人不断的影响，然后才成为今天的自己，惯性的思维把它一直持续到现在。你曾经作为这种能量的受益者，你现在想把这个能量传递出去，可能就是你刚刚说的角色教育，可能我也是被角色教育了以后，然后我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个正向的东西做更多的传递嘛。当然不是说别人不能传递别的啊，都可以。现在在我的世界真的一切没有对错。你在演这个戏的时候，你自己认为最难的一场戏是什么？或者你在表演上情感投入最强烈的一场戏？情感其实每一场戏都很浓烈，但是我觉得最难表现的是你听到，但是你不能听到。那个确实是因为生理的反应，想了很多很多办法如何去克服。比方说在耳朵里塞东西，塞看不见的透明的那种耳膜，就物理上隔绝一下声音的传递。对，但即便是这样还是能听到。所以怎么去把生理的能听到给它抹掉，其实我们很多老师也在帮我忙。在拍戏过程中有的时候需要呐喊嘛，而且如果后面的人在说话在骂人的时候，那一下声音第一个字当打过来的时候，马上人就会有一下不自觉的非常微小的瞬间，可能他一喊我就马上能听到。反正我是看那个回放觉得被捕捉到了。你自己在表演上怎么样来找这个人物状态呢？其实还是通过很多电影，比方说有《监听女孩》，一部非常好的，说一个普通人出生于一个聋人家庭啊，好像父母跟哥哥天生都是聋人，所以他们都是只通过手语来交流。因为那个小女孩她希望能够去到伯克利去追求音乐梦想嘛，以及会看一些父女情的国内外的一些电影。其实这是一种吸收跟阅读嘛。那你有在生活中去观察一些具体的听障人士的生活方式吗？会，我的手语老师带我去感受了一下聋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一些娱乐活动吧，比方说去咖啡厅喝咖啡，在外面逛逛街，打打麻将。我感觉啊，在整个社会的交往中还是会存在有一些隐性的歧视，然后我希望更多的聋人可以融入我们的主流社会。那你觉得做哪些事情可以有效的帮助到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呢？我觉得就是学习手语，跟他们有交流。首先你要能懂他们，能够不会误会他们，然后我觉得就会有很多可能性了。我一直把手语比喻像我们学的英语啊、日语啊、韩语啊这种语言啊，希望更多人能够学习手语。也希望更多学习手语的人能够去帮助聋人朋友们找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就实际上他们就业确实应该就挺难的，对吧？他们比较会容易在哪些行业里就业呢？对，现在一般可能会在像这种修图啊，或者是 CG 各方面，但是他还是需要交流。不管什么工作，我觉得都是需要沟通跟交流，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个人战嘛，现在是团战年代嘛。但是如果能够具备这样的手语能力的话，其实就会让更多的聋人能够融入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工作里面，那就更好了。所以现在他们大部分的交流都是得靠打字。对对对。然后如果直接面对面交流的话，就得靠手语。对，因为自然手语里面很多语法它会有一些倒装句，是一些手语的语言习惯问题。如果有认知到的朋友们可能他就知道，那认知不到的朋友们可能就以为他打的是别的东西，就很容易引起误会。
我觉得误会这个问题啊，哪怕你是个听人，你能非常流利的表达，你觉得你已经充分进行了表达，都依旧会产生误会。我相信你自己肯定也有很多这样的体验吧。太对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都不能够做到表达的时候，这个误解会有多大。你可能只能从肢体语言或者表情上来判断的时候，这个被误解的感受是很难受的。没错，确实是。你自己现在对于被误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好像就习惯了吧，好像每一个人都会被误解，就像你说的一样，就算我们能说，也还是会被别人误解嘛。最近喜欢一句话说，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那可是无指山。他其实有时候不是成见，就是他根据他已知信息只能推论出那么一个结果。因为首先每个人的信息量不一样嘛，比如说你看的书多，或者你看的世界多，你的信息量就更大，你就会知道啊，原来这世界上可能有100种或者1000种人，那他可能待在这个地方他只见过10种人，所以他只能用这10个分类。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推理过程，你可能经过训练，或者是你被培训过，就有很多的推理跟演绎的方法，会推理出各种可能性，但他可能常年只在一个思维框架下被训练，所以他只能由这几个信息量推导出那一个结果。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成见嘛。也跟认知相关了。对，他没有机会去看到更多的东西，以及有更多的推理工具。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多样性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不要从 A 加 B 就一定可以导到那个 C 了，因为认知的多样性就是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性。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同的人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个也都非常非常的正常。还有一个可能，我觉得其实在人看人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在照镜子，不管是好也好，或者不好也好，照见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呢。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你看到的整个世界的每一位朋友可能都会非常简单。你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你可能看到每个人都是非常开心的。我觉得是真的，交朋友也是。对，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喜好嘛，你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自己希望了解的那个人，你想探索的那类人，你就比较愿意接近他。没错。 You and I, we hurt, we cry, and there's no one to blame. But deep 一心我们之前合作是在5年前啊。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对对对，我觉得这几年时光确实太快了，眨眼的功夫。我不是前阵子40岁生日的时候，我办了一个葬礼嘛，然后我在整理我过去的照片，我就发现我有一年生日是跟你一起过的，你当时帮我拍了一张照片，送了我一个蛋糕，那蛋糕是个猪头，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一看那个时间，是我35岁生日，而我今年已经40岁了，5年过去了，我觉得好可怕呀。我在35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年富力强的，因为我整理了一遍我从10岁开始过生日的所有的照片。我是29岁那一年创业的，然后到我现在40岁，11年的时间，就觉得好像还是那个刚刚创业的感觉。就像我觉得我们合作好像还是去年的事情，或者是很近很近的事情，哇，一算日子已经5年6年过去了，你就觉得很惊悚。能理解。然后你再回看一下自己呢，比如我看我自己，我觉得我这5年间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的。你觉得你的变化大吗？好像一切都有变化，但是又好像一切都没变。人生就像是一个大的跑道，起点跟终点是一定的，我们都在跑着自己人生的马拉松。你可以快一点，你也可以慢一点。很多人觉得我快是对的，也有很多人觉得我慢是对的，还有很多人觉得我躺也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越来越发现，这就是人在人生跑道上探索的一种意义跟奇妙之处所在。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专注自己的内心。如果你觉得当下你想要躺下，你就躺下。我还有一首歌叫做《累了就可以躺一下》，累是我那个累，也没必要一定要快跑。就算你再快跑，跑到一定的时候，你也会停下来，你会放慢速度，不管是因为外部原因或者还是内部原因，都会让你慢慢的会去慢下来。所有都是阴阳平衡。我听到慢下来这个词从你嘴巴里说出来，我还是蛮意外的，因为我感觉你就是一个从来都不慢下来，从来都是要把一天掰成几天用的人。所以你说的这个慢下来，你是指对大家的一个建议呢，还是你对自己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这是一个定律啊。可能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自己在做工作的减法也好，有的工作被迫没有了也好，是因为你身体出了状况也好，但是对我来讲，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做一个平衡。就是不管主动和被动的，这个速度就是会降下来。它都会有快跟慢，因为你有相对快就一定会有相对慢，只是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出现。那慢下来之后，它会多出一些时间跟空间嘛？你会用这个时间来干嘛？比方说躺一会儿，真的休息一下，
然后脑子里放空一下，做一些冥想，真正的去享受一下一个人在房间的感觉，泡个澡，阅读一下，学习一下英文，我觉得都可以，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都是可以慢下来去享受跟去做的事情。从我看你的事业发展，这5年以来，其实你是做了很多事情的。你自己做了公司创业，然后除了你自己的事业之外，再做你的男团女团，你的整套练习生系统加培训系统加整套造型系统，加上你又还要有国际市场的工作，再加上影视剧的工作，所以其实你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然后跟你同一时代的朋友们，感觉大家可能慢下来的速度比你快，比你更慢了下来。所以你在去做这些工作选择的时候，你有找到你自己的共性吗？比如说你有一个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工作才去，其他时间你宁可空着，还是说你一年365天必须得工作多少天，什么样的工作可能合适在这个时间内你就去，但你要把自己的时间充分使用上。你现在自己的这个工作或者叫使用你自己的原则是什么？我觉得按照能够量化的工作计划吧，比方说今年可能就是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张专辑就差不多了。然后中间如果有闲暇时间可以自己休息啊，或者是打磨一下自己，去了解或者去游学吧，我觉得都挺好。我把我自己的人生可能性打造的比较多，每一个可能性都好像是一个点，我是那个原点，我不知道哪一个点会通向我，可能是我的人生到底应该怎么走，所以我索性就把所有的点全部都点出来了。然后我觉得要把这些点合理且更好的运用在一起，串联在一起，我需要构建更系统化的知识，其实还是认知嘛。学习的最大的本质还是要拓展跟挖掘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跟认知嘛。我刚才使用了一个词叫使用自己啊，我觉得这个词对你来说是非常的充分的，因为我其实比较少看到有人是如此尽情的使用自己吧。我觉得你是一个自驱力非常强的人，这件事情是你从小就有的一个状态，还是你在了某个阶段之后忽然产生的？因为你的自驱力不仅强，而且持续时间也非常长。其实我是比较要强，我的自驱力来自于自己要强，但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我会发现，其实有一些事情我也是做不到的，我也是做不好的，只是可能我不愿意去承认它。我希望我再努力努力看看能不能行，因为我想坚持，但我知道我自己很难把某一方面的事情把它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我觉得我到今天吧，我能够允许自己会有缺点，有缺口。我是在35岁那年的时候决定不做经纪人的嘛。我当时给我自己做了一个短视频，那个短视频里讲述了我为什么不做经纪人。我在里面讲了一个我觉得对我非常重要的观点，叫做接受未完成。因为我过去跟你一样非常要强，这个咱俩合作过你很清楚嘛。我不接受自己不是最好的那唯一选择，所以最好呀，唯一啊，这些限定词一旦加上的时候，你自己要认可，行业要认可，甚至社会系统要认可，你就会加注很多很多的东西。你看我做经纪人，我是这么喜欢，且我觉得我是这么擅长这个工作，但是我说放弃就放弃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接受了一件事情，叫做未完成。我过去不接受的事情在我手里折了，我竟然没有把它做完或者做好。但那一刻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未完成的时候，我的人生更自由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事情你拼尽全力也完成不了，或者不能达到自己的期待的，甚至自己的期待有时候都是一个假象，可能是为了要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而设定的某一个标准，或者是为了给自己指明一个努力的方向，让自己不至于虚度年华而找到了一个把手。然后在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自己未完成的时候，我对自己的限制性观点全部消失了。我觉得做不完也没关系，做不好也可以，我就好像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所以在你刚才跟我讲到你知道自己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一个在认知上的对你自己人生更大的松绑。但是其实我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因为我自己那口气它是存在在我体内的，就是会有一些矛盾的对冲在我的体内。因为我越来越接受到一个事情我过去如果觉得自己没做到，肯定是我哪里没有考虑的周全，或者哪里的努力度不够。我小时候特别讨厌尽人事听天命讲的话，我觉得这都是借口，这都是为自己不够努力找的理由。但此刻的我，或者是这几年，我越来越接受了做事情是有它的时机的，天时地利人和嘛。它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和可能是你自己，是你的努力，是你对它的判断。就像我觉得我做成功了一件事情，我只是做对了一个选择，这个事情就走上了某种正轨，然后就越来越成功了。有的时刻我千算万算，精挑细选，我觉得我算无一策，然后事情一塌糊涂。
在我多番经历了这样过程之后，我就接受了第一个，可能很多时候我把事情做成了只是因为我运气好，不是我多厉害。第二个，我不可能把每件事情都做好的，你有做得好的，你就有做不好的，这是世界更大范围内的能量守恒，因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如你所愿嘛，哪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有得到就会有得不到。所以我理解了更大的规律，或者叫做更高维度的世界运行的规律之后，我就觉得我只不过是中间一个小小的机缘，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因素，所以我就会更坦然一点，接受自己做不到。对，这个心态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对的。但是无可厚非的是，你的知识储备啊，在你的成功道路上做了非常大的支撑啊。你可以心态放平，也知道人生这个赛道的起点跟终点。那么在这个赛道的过程中间，就更多的专注自己，努力的去做一些你自己想做、你自己爱做、让你自己开心的事情，成就你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对的。不然的话，我里面也跟两个凝珠，这边一把火砰冲过来，这边一把冰啪给我动起来，天天跟神经病一样。这里来个我命由我不由天，这边是有时候也可以累了躺一下，反正就是中和一下，中庸之道。我觉得这两句话都没有错，我命由我不由天强调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我要有自己的奋斗，我的命运希望由我主宰。但是在奋斗的过程中，它不是一个永动机啊，所有的奋斗它也是有张弛有度的。你看我是这么爱学习的一个人，我上那么多课，读那么多书，但我同时也那么爱旅行啊，在世界各地游走。我觉得这些共同锻造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能力，我真的时时刻刻都在学习。你也有放松的时刻，有沉浸式的跟陌生人聊天的时刻，也有一些比如说蹦蹦跳跳的时刻，就是它所有的丰富性才锻造了你的能量嘛。单一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让你有能量的，因为你的能量是一定会花完的，所以你要用一用补一补。你现在给自己造血的机制是什么？在一个事情上消耗很多能量之后，怎么样给自己补回来？要补吗？可能吃点妈妈做的芝麻糊吧。团队小伙伴们再给我整点蓝莓草莓应该就差不多了吧。那你这个补充机制非常的简约呀。那你需要跟朋友聊天吗？比如像我有很痛苦的时刻或者想不清问题的时刻，我就会找朋友聊天，聊聊聊好像就聊明白了一个事情。我会看一些视频，听一些书，看一些电影。看完电影以后，对每一个主角有一些认识的时候，可能会去问一下那个角色，跟角色在脑子里聊一聊。We're all the same underneath. It's a kind of language everybody. 让你表演完小马这个角色，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善良，这个东西你本来就有啊。感受到吧？我觉得小马真的很善良。然后我也知道，其实每一个聋人朋友见到你第一眼就会对你微笑，他们就在释放对你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爱。我们如果看到有聋人朋友对我们微笑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微笑对着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者是用手语跟他们打个招呼啊。我觉得他们都会感受到这个非常温暖的世界。我因为拍了这个电影，所以我基本上每一次的演唱会都会请到手语翻译老师，会邀请一些聋人朋友们过来观看，以及跟他们一起互动，做一些手语歌曲。这个就是你的善良了。你感受到一部分人有一些需求，你想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些滑倒摔倒的镜头，刚刚他们不是把很多片段剪出来吗？我才知道原来很多聋人老师他在帮助我，不让我摔在地上，把我抱紧。我就觉得哇，我都不知道，我是看了他们这些花絮才知道他们在保护我，好感人，好感动哦。那这种感动是你原来可能在拍摄过程中没有看见的，在背后其实大家默默的付出。对，真的不知道。其实我很喜欢跟他们一起聊聊天，就用手语聊聊天，觉得他们都很直接，很简单，很可爱，很善良。是不是比听人世界要更简单？听人世界有的时候他讲了话，但他讲的不一定是真话，你也不理解他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很直接，包括手语的表达也很直接。对，因为他是得用有限的动作去表达嘛，他只能捡要紧的意思说，我得讲清楚了，要不然你可能也不能明白。因为语言呢其实很有欺骗性的，会说话的人呢也很容易骗人。所以其实我们正常在交流的时候，就像我有时候听话，所谓听话听音嘛，你还得去听到别人这个词，结合他的背景跟此刻的情绪，他有没有在撒谎，有没有在骗你，有没有背后的意思他没有说出来，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我们善于使用语言的人，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有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能力，可能被情绪控制了，有的时候是不好意思，不敢说真话，有的时候可能还更具有欺骗性，我就想骗你等等。
所以有时候你看，语言仿佛便利了交流，但它背后可能也充满着一些欺骗性。对，所以你刚刚说你喜欢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你本身交流其实是比较直接的，也比较真诚的，所以这种交流可能对你来说是自在的状态。对，就更简单一点，直接一点，但还是会遇到很难直接的情况。现在可能更无畏一点，就会直接的说出来。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为难，不好意思开口？以前不是太会拒绝人，现在就是如果真的是不行，那就把不行说到位，把原因直接告诉他们。这样之后你会觉得其实更好吗？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准确的传达给到对方，也可以让对方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可以给他一些别的建议。如果他需要的话，可以陪他聊一聊，比方说，这个事情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好的一些人选？这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一定要首先把话说明白，因为我的表达不清楚，让别人造成了误会，这样就比较麻烦了。对，一心刚才讲的这个其实是个经典的拒绝公式。第一，你要明确拒绝，让对方 get 到这个信息量。第二个是你要给出一定的理由，让对方在情绪跟情感上好接受。第三个呢，其实你需要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给他。虽然我不行，但是我觉得谁谁谁可能行。你进步了，张艺兴同学。别，在大家的监督下，努力的奋斗。Every melody, every breath we breathe. 那艺兴，比如你看我啊，因为我们也5年没有在一起工作了，你从一个旁观者或者一个同行的角度看我，你觉得我有哪些变化？我觉得你找到了自己。过去你觉得我没找到自己吗？觉得没有现在找到如此自如的状态吧，这个也是我觉得你的变化吧。因为其实每个人对自由的定义都不一样，而我觉得现在当你觉得自己越轻松，你能做越来越多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这就是你最自如的自己，你的自由。我现在确实觉得很自由，因为我创造了一些条件，使得自己可以只做一些从心的选择，发自内心的选择。我不用被责任、义务或者是情感关系裹挟，我发自内心的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去做，想说一句话的时候我就说，然后如果说出来的话冒犯到别人了，我可以道歉，但是我可能不能不说。我跟你说过我5月份要去读书嘛？你说了。对，其实我要走1年的时间，然后我前天去大使馆签证，因为是签学生签证嘛，所以就要面签。签证官就问我说，你已经有过一个 master 学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去读一个 master 学位？我就跟他说，因为我觉得人的进步是没有办法用一个学位去定义的。你可能在这个学校跟那个学校读不同专业，虽然都是 master 学位，但你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同学不同，老师不同，你的整1年的经历可能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自己对自己人生的看法。还有人的不一样，你自己的理解能力。对，我20岁去读一个研究生和我40岁去读一个研究生，我学到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我的同学可能都是20多岁的人，所以我站在我40岁的立场去跟20多岁的人当同学的时候，和我是同龄人的时候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碰撞组成的。你其实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做出这个选择之后你会碰撞出什么，你会碰撞出后悔，你还是会碰撞出收获，其实你都不知道。但是你去选择去行动，我觉得是比较有机会获得不一样的感受的。因为如果我待在原地的话，我觉得好像就是有规律的，每个月每1年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情，它没有想象力。因为我对做大做强好像兴趣不大，但是我对创新别致就兴趣比较大，所以我就好像愿意去做那些更突破性的选择。那你职业发展的每一步，什么时候打国际市场啦，什么时候去创业做公司了，这是你一种厚积薄发深思熟虑的选择，还是你被一种能量感召，觉得我此刻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吧，因为其实人跟人一起，我觉得所有的所谓之巨大伟大的事业，它一定是事在人为嘛。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去找寻到自己的最大的愿景，就是你那个梦想是什么。然后在这个梦想下，如果能够跟你一起长长久久走下去的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意你的想法跟你的目标的人。这也解释了我为什么想去读书，最大的想去学习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人，然后能够跟更多的人去碰撞学习。那么你觉得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了吗？你觉得你这些年是孤独的吗？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定有，好像也没有感觉特别孤独，但是好像又有时候觉得挺孤独的所以像那个灵珠啊，也是这边一火这边一冰啊真的在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在提出疑问，提出好奇，又回到世界，在脑子里去构想一个世界，然后又回到现实生活中，通过每一天又去感受到不同的情感，不同的人，又会认知又会再破碎，然后再重组，然后又会再破碎，又再重组。但这就是成长呀，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裂变的嘛。我觉得人可能一开始都是处于一种我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然后呢，你慢慢会觉得，哎，我知道了一些东西。到某一个阶段，你会觉得我什么都知道，一切尽在掌握。然后你再慢慢会进入到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你可能还会走到一个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其实人的认知都是在一种不断的象限里跳跃的。我刚才问你孤独那个问题，我觉得首先孤独这种情绪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一定会有孤独。但是其实越追求志同道合的人越容易有孤独感的产生，因为志同道合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就他要跟你目标一致，价值观一致，然后还愿意利益捆绑在一起，时间花在一起，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俩都算是创业者，你自己现在也在创业，尤其是对一个创业者来讲，他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伙人跟伙伴，他不是只跟随你的人，因为很多跟随你的人其实就是相信你的一切，他就跟着你嘛。那真正志同道合的人是他跟你的理想是一样的，他跟你的打法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的那种伙伴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他需要选择，也需要不断的建设。你自己现在创业的这个阶段，你对创业这个事情有什么新的感受吗？和你之前想的一样吗？跟我之前想的还是有蛮不一样。站在产品的角度来做思考，基本上在不断的在打磨掉我的棱角，也在打磨的过程中间学习到了如何去平衡。为什么要打磨掉你的棱角？这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如果不用很多资金去包装去做这个东西，它本身质感就不会那么好。那如果要做了，对于所有的投资人来说，他们会需要一个回报，但是在短时期内他要拿不到那个回报的时候，那就没办法做了，这个东西就开始做不住了。所以这时候你怎么选择了？我希望我能顶住，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其实他们做的是一个长期投资，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机会，但是呢，很多投资人可能对回报的预期是比较短期的，所以他可能会给你压力，希望所有的投入在短期内变现，大概是这个情况吧。比方说我们燃色体推出的每一个艺人，包括他们马上要发的新专辑，我都希望他们可以裹上一层美丽的釉色，我说烧的那种陶瓷那个釉色，那这个釉它承载着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是一种传承的力量，是一种愿意去追求，愿意去打造，去为之付出努力的奋斗的力量。我觉得你刚刚提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期待吧，要求有点偏颇，我是觉得这是一种期待。因为你的目标是它要成为一种文化，你刚刚的形容是这是一种文化。我觉得你说的文化也好，传承也好，它是需要时间的，它不是1年2年3年5年可以做到的事情，它本身要先有文化才有传承嘛。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个非常高的要求。如果你的要求是这样子的话，它就注定了不可能是一个3年5年内做到的事情，而且这个要求本身跟商业逻辑是有一定的冲突的。所以我理解你现在的为难，我也大概明白这里的一些困境是什么。因为你既是这个产品的负责人，你也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你有双重身份。就像可能有一个导演，他又是制片人，他得管预算，他得管导的这个片子的结果一样，他一定很冲突的。因为作为制片人肯定是想花最少的钱干出最好的票房嘛，但作为导演他肯定是希望拍出最好的作品嘛。所以你其实一个人分饰了2角，而这2个角色本身的任务跟目标就是有一定的冲突性存在的。所以你现在等于是把这2个角色的冲突全部内化在自己身上了，所以你会很痛苦。也不到痛苦吧，就比较迷茫，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吧，主要还是迷茫多一点嘛。然后也希望看到更多对舞台有尊重有热爱的眼睛能够绽放跟闪耀在舞台吧。 We hurt, we cry, and there's no one to blame. But deep inside, we all 一星，虽然你没有问我意见啊，但是我还是主动的发表我的观点。你说。我觉得你一人身兼太多角色了。你看我也身兼很多角色，但是我的角色之间是互相有助力的。比如说我过去是个经纪人，我现在是经纪公司的老板，我也是个前台的艺人。那么我做了艺人的工作之后呢，我就会更理解原来我的艺人之前拒绝一些工作是为什么。原来他们可能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跟敏感性。我之前做经纪人的时候，我是体会不到这点的。我因为多了这个角色，我有了换位思考。比
比如说今天我要回去做经纪人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比过去做得更好，因为我多了很多视角。但是我一定有一个第一身份，我非常清楚知道我的第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我去做艺人工作也是为这家公司多形成一个品牌，当然我自己有受益的部分，但我也是为了这家公司的发展去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所有的工作选择会服从第一身份。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艺人，我应该挑最好的工作人员为我工作，但实际上我可以挑最新的工作人员为我工作，因为我作为老板，我可以跟他工作的时候训练他，那么把他训练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工作人员，他可以更好的为其他艺人服务。这是我既作为艺人又作为老板的一个优势，我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我在我的角色多重身份选择上，我是有非常明确的主次的。然后我在做艺人这个身份，接不接一个工作和接哪个工作，时间安排上也有非常明确的主次跟标准。当我的标准越明确的时候，团队会越清晰，执行力会越强，达成率会越高。所以我大概能想象可能你作为一个公司管理者，同时又是一个产品创造者，你会有非常多打架的部分，你还是一个艺人，你还是个前台工作者，所以你的一些迷茫也是来自于这些选择本身的一些冲突。同意。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对你来说，去梳理一个你的第一身份、第二身份、第三身份，哪个的优先级可能会更顺溜一点。没错，会减少你在这些具体事务上的冲突。做减法嘛，不光是做减法，是做排序，优先级。我觉得人是一定有优先级的，因为人生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这个电影现在定了档期吗？什么时候会上映？马上在4月3日就要上映了。你对这个电影的票房有预期吗？没有，我只希望更多人走进影院，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手语，为什么要重视跟聋人朋友们的交流。那你对你自己的表演有预期吗？假设你的表演被人批评，或者是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当然接受啊，你来批评一下吧。我觉得这是你诸多角色里完成度最高的一个角色，这是我看完的第一个感受啊。第二个感受是，确实也有空间你可以演得更好，但是这个是此时此刻的你的真情实感的流露。我在里面是看到了很多的真实感受的。第三点呢，我觉得这个角色当然是充满挑战性的，因为不管是听不见的感觉还是父亲的感觉，对你来说是没有生活经历可去依靠的，所以是要靠你的观察、体验跟想象去完成的。但这个就是一个演员的终极使命，去完成他生活中并没有经验跟经历的人物状态。你虽然身份很多元啊，但我觉得我还是很鼓励你继续在演员这个道路上去探索你自己的可能性。好的，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谢谢一心做客我的播客。谢谢朋友。All from the world, don't forget that we're family. When you're looking at me, I see the human in you.